现在已经非常的晚了喵，就给宝宝们科普一个大家平时能用到的知识吧。就是很多宝宝他在刚入门的时候，一些很萌新的宝宝就是不太了解，就是设备它是有种手动和自动的区别的喵，就是他会在挑选的时候会比较纠结，就是纠结到底要怎么选呢喵，因为它有分手动自动啊，还有分各种花里胡哨的，就是这两个有什么区别。那我们现在来说一下，这样到底怎么样才能选择到合适自己的呢喵。大家用过的宝宝应该都知道吧，它的区别和优缺点都是非常明显的。比方说有一些宝宝他超级的懒惰，他超级的懒，就是很懒，就是不想动，那他可以选择就是自动的，因为自动的它的优点就是轻松嘛。但是它有一个致命的缺点，就是买过的宝宝应该都知道，自动的设备它就算写了静音超小声，它使用起来的声音和震动都是很大声的。所以你如果跟别人住啊，像什么工作的时候是多人宿舍呀，或者学校的时候是多人宿舍，那你就很容易就是被发现，就是引发很尴尬的情节。而且自动需要充电，就是如果你在使用过程中电量不足啊，那它就会直接功率变小，甚至直接就是停止等等的喵。然后关于伤身体啊，其实你不频繁都不伤身体，这个就不说了，说过很多次了。所以就是它如果电量不足的话喵，它功率变小或者直接停止的时候喵，这个时候你就只能自己来了。还有就是自动设备它在单机打游戏的过程中它都是差不多的频率的，虽然它有多种可以切换，但是未必可以让你感到舒服。所以自动除了轻松以外，整体缺点是蛮多的。但是对各方面要求不高的懒人，特别懒的宝宝，它是可以按照自身的条件选择适合自己的自动款的，用起来会比较方便。但是对于新手的宝宝来说，自动并不是特别好的一种选择，因为很多新手宝宝他第一次用的时候，他完全认不清自己自身的状况，所以他会乱买，那就会直接就结束了。那这个过程就可能不太愉快，可能就不符合自己想象中的感受。而且如果买过的都会知道，那些自动设备的宣传会比较就是花里胡哨的，就各种的写多好，但是你真正拿到手，你就会知道体验起来并没有那么的神奇。所以自动的缺点就很明显，它是不能通过你自己去调整来达到更好的体验的，因为它是全自动的，就是这样的喵。然后很多男生的宝宝他要选择更舒服啊，他比较追求完整更舒服的体验，他会选择手动的，因为手动的优点很明显。手动的话他可以自己去按照自己的感觉，自己按照自己的需求去控制速度等等的，就是相对的说你可能会累一点。然后自动用起来会比较隐秘，它不会手动用起来会比较隐秘喵，它不会像自动那种就是发出特别大的声音，所以你就算在宿舍，你只要自己慢慢的用，也不会有人发现的。所以有很多的宝宝他会选择手动的，而且手动就是对那种新手宝宝或者第一次宝宝或者一些老司机宝宝，它都是比较友好的。就除去比较累以外，这个缺点的话，手动的整体体验啊，各方面感觉都是要高于自动的，所以手动还是比较优秀的。你不是那么懒的话。然后现在不管自动有的功能手动都会有，就是现在不管手动自动它都有加温、带电、震动等等花里胡哨的附加的一些功能，就是也可以很好的满足一些XP很奇怪的宝宝。那些宝宝喜欢被电，那它也很奇怪的XP也可以被满足。所以就是每个人根据
自己的喜好，选自动啊、手动都可以，就比较懒的他就选自动，那追求比较舒适的那他就选手动，对不对？那这里提醒一下宝宝，如果你很快就结束了，那不管手动自动，我都建议你选一个慢玩的，会更适合那些快宝宝。然后每个宝宝他用的感觉都是不一样的，有些人觉得手动舒服，有些人觉得自动舒服，所以这两个都是可以根据你个人的喜好去选择的，都是可以的。就像有些人他是不是你用的舒服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但是一定要按照自己的条件去选择适合自己的。比方说一些宝宝他很小的宝宝，那他就选择小号，如果自身很小的宝宝他选择中大的型号，那就会没有体验感，这个要注意一点。然后每次用完就是注意清理吧，然后在预算这方面的话喵，我建议大家就是不要买太便宜的，也没必要买太贵的，因为太便宜的几十的甚至有9块9的，那成本肯定是低于售卖价格的，那9块9了，它都卖9块9了，那它整体质量是没办法保障的，因为它太便宜了，所以就是不是很行。然后呢，市场上的平均价像什么100-200的，这些都是可以买的，因为它的平均值像就是100-200的这种中等价位，就已经是可以很好的满足大部分宝宝的要求了，所以这个价位就是可以考虑的，就是这样的喵。然后也不用说特意买加乐棒吧，因为它现在有的它现在有些自动和手动它本身就会带有加热的附加功能，所以看你买的是什么样的。那你没有加热的附加功能的话呢，你就可以去买一个加热棒，但是加热棒建议温度都在40度以内，因为太高的温度会烫坏它。就是这样的喵。